中国已经把美国拖进了官渡，接下来就是一拖待变的紧要关头了。最近一段时间观察中美之间的互动，会发现如今的美国明显不像2016年那样张牙舞爪了。相比于最初美国对中国出手时肆无忌惮，把手中的筹码全部甩在桌面上，现在的美国不但热衷于在中美互动时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受气包的形象，而且居然都开始学会反思了。拜登团队内的对华鹰派代表人物沙利文在布鲁金斯学会发表讲话时，罕见地把矛头对准了美式自由市场，指出美国的经济制度存在局限性。美国的精英阶层开始反思自己，可谓是世界罕见的奇迹。能让这群人走到这一步，说明一件事情，就是过去几年美国的全球战略正在全世界范围内磕得头破血流，战略目标没有实现，自己家的事还一团糟，连甩锅都甩不出去了。这几年美国在战略上遭遇的最大挫折，无疑就是围堵遏制中国的失败。美国把想象中能够在舆论和经济上鼓励中国的牌打了一遍，从全面贸易到小院高墙，从人权议题到台海议题，能用的手段都用了出来，最后发现被鼓励和警惕的不是中国，反而成了美国自己。一个不恰当的比方，美国现在就像官渡之战前的袁绍，拥兵10万，气势汹汹的南下，以为拿捏手中只有2万兵马的曹操只是举手之劳，没想到一路上四处碰壁，搞得现在大后方都要乱了起来，可能只差一场偷袭就要兵败如山倒。美国的盟友正在被中国一个又一个撬走，欧洲指望着中国在乌克兰危机上发挥作用，抢救一下半死不活的经济，所以现在不愿意在对华政策上全面跟随美国。美国建立石油美元体系的关键盟友中东，现在更是和中国打得火热，四处帮助中国在国际社会上摇旗呐喊。在沙溢复交之后，一些中东学者看中国的时候好像蒙上了一层滤镜。这群人最新的动向是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中国能不能帮苏丹结束冲突。拉美更不用说，几个主要大国全面实现了左翼执政，让不少人惊呼新一轮的粉红浪潮又要来了。从中美朋友圈的此消彼长，验证了一句古话，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巧的是，在曹操和袁绍决战官渡之前，曹操的首席牧使郭嘉在讨论曹袁各自的赢面时，也提出了一个说法，叫做少有失败，公有失胜。而曹操的第一胜正是胜在道上。相比于高居美国优先，美国领导世界旗帜的美国，中国精确地把握了当前世界人民的需求。大家不想要一个骑在自己头上作威作福的人，只想把日子过得好一些。用现在流行的互联网黑话来说，中国是应用面向对象的方法，精准直击用户的爽点。中东要和平，中国就带去和平；非洲要发展，中国就要拿着基建和投资过去做生意。马克龙在国内路演被扇巴掌，和普京见面被领导好几米长的桌子的另一端，到中国来有领导人陪着他搞不系领带的外交，成群的年轻学生就挤在路边尖叫着和他握手，突出一个牌面。中国能够接二连三的从美国的围追堵截中突围，甚至把美国本来想用来反华的钉子化为己用。正是因为中国抓住了世界要和平不要混乱，要发展不要贫穷，要多极化不要美国优先的主旋律。相比于中国言简意赅顿本务实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美国喊出的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不但假大空，而且虚伪，自然也毫无竞争力。中国现在已经把美国拖到了官渡，正是画地而守，扼其喉而使其不能进的紧要关头。接下来哪里会成为拜登的吴巢，全世界都将拭目以待。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咱们下次见。